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车子所发出的一些奇怪的声音。那基本上车子会产生异响，多半分3个部分。一个就是外来物。所谓的外来物，就是可能像我们买新车的时候，车上就是不会有一些家装品啊，或者说私人物品。那这些家装品跟私人物品，譬如说像我家装的3环表啊，然后可能手套箱里面有放一些东西啊，然后手套箱、中央扶手手套箱有放一些东西，甚至门板啊里面可能都会放一些小零件。这些东西在车辆行驶的过程中都会发出一些声响，但是这个声响会因人而异，因为每个人放的东西都不一样，而且这个声响多半都不会有危险性。然后这是第一部分。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内装，像可能车子用久了啊，一些门扣啊、锁的地方里面的塑胶扣可能老化或者脆化断掉，甚至可能像我有改装方向盘，然后像这种加装的零件啊，或者说改音响的时候会把中控台这一边拆掉，像这种经过拆装的内装，或多或少都会发出一点点声音。然后这个声音一样也都没有立即的危险性，只是开起来会很吵而已。那再来就是第3部分，就是底盘或者引擎。那这2个东西会对行车上有比较大的危险性。那我先举个例子好了，像可能我们现在开车，我们现在直着开，然后可能我要右转，可能进骑楼啊，或者说要进地下车库，多半那个路口处都会有一个比较高一点的坡坎。那在我们转方向盘弯上，轮子是就变斜的，在弯上去的过程中，你可能会听到一个扣扣扣扣的声音。这个声音多半都是离压枪、离载串的磨损过大所造成的。稍等，那我手边刚好有一组改装的离压枪。所谓的改装就是它就多了一个可调整的机构腕，然后其他的跟原厂的并没有太大的差别。那离压枪的损坏与否，多半来说就是看里面这个球头，这个头我们是俗称末炉啊，这个可能是一般的术语。那这边我拆开了这个套子，这个很松啊，这个里面间隙已经很大了，可以看得到它里面的，它所谓为什么会叫球头，就是里面那个地方，它是一个圆球铁球，然后焊了一只螺丝出来，然后放进灌油以后放进去，然后外面这边它是用机器把它包进去，然后压住。所以新的离压枪这个头，基本上你要这样搬动它很难，因为压得很紧，它就不会有声音出现。但是当使用久了以后，正常来说，简单的讲一下，正常来说，离压枪一边是锁在，以麦花程式来讲，一边是锁在避震器上，然后一边是锁在防倾杆上。然后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避震器在这边，避震器基本上它只是推，它是负责推的功能，它要把车身撑起来嘛。然后但是防倾杆的话，它如果你停止
在停止状况下，它是没有受力的状况下，这边是没有什么压力存在，除非你停的地方不平整，所以才会有左右压力不一样的现象。那当我们在行驶过程中，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车开一开，譬如说要开上骑楼停车，或者说要进地下室车库，多半那个路口会有一个蛮高的坡坎。当你慢速上去的时候，是不是当一边的车轮抬起来，它会导致这支防倾杆往上顶？那因为这边锁好以后，它是一个很坚硬、很坚固的90度，但是当轮子受挤压的时候，它是不是会有一个力量在？它如果往上推，然后这一头刚好是在往下压，然后因为两边都锁紧的状况下，它的压力无法释放的时候，它都会变成是里面这个球头在承受。然后这个球头，你在极大的压力下这样子扳的时候，它这个压合面久了就会往外撑，会松脱，这个间隙就会变得比较开，然后久而久之就会变成你的力压纤就会会变松。那变松的结果就是它会有间隙产生，所以当你发现你的车在准备上坡坎的时候，就是其实也不一定是你只要左右轮出现比较高的落差的时候，弯的方向那一边那个轮子多半都会出现一个扣扣。那如果会出现一个扣扣的声音，那就是因为力压枪它的受力在极限的时候已经大于，因为这边已经有间隙产生嘛，这边就会有一点凹折的现象，啵啵这样子。上去的时候它可能会扣一声，然后当你两个轮子都上去的时候，它会再扣一声就放松，就是我们想象好了，就是可能有点像这样子，它已经极限到底的时候，你用力压，真的这个手压不出来啊，只是它的现象可以用这个方式解释。它往下压会啵一声，然后当第二个轮子上去以后，这个压力是释放了，就会再扣一声。所以当你两个轮子出现比较高的落差的时候，会出现扣扣的声音，多半都是力压强引起的。尤其是在慢速的时候所出现的，你如果听到那个轮子的方向，你坐在驾驶座嘛，你听到那个轮子的那个边会出现扣扣的声音，多半都是力压枪已经损坏了，这个只要把它换掉就可以了。那还有一种现象，就是一样也是属于避震器这方面，可能路上有一种它蛮小条，它的那个号志线它蛮小条，但是很多条，你开过去的时候会轮子会会滚动，有点像洗衣板那一种。当你的车子在慢速通过那种号志线的时候，如果你有听到一样也是避震这方面因为这种现象多半就是两个轮子一起承受会比较多，也有可能是单面的。那如果你在通过那种慢速通过那种路面的时候，你会听到一种速度比较快，当然这个有可能是声音引起，轮胎引起的，所以在这边先各位解释一个问题，就是在抓声音的时候，在听声音的时候，你必须先可以很明确的听出来那个声音是从哪里传出来的，甚至或呢那声音听起来是
比较像金属敲击声，还是塑胶摩擦的声音，或者是塑胶碰撞的声音，必须先要有这个经验，你才比较容易听得出来，你听的声音是哪里发出来的。好，那回到刚刚讲的那个有点像洗衣板那种耗资线的时候，如果你在慢速行驶过它的时候，你会听到一个咯咯是金属声音的话，很多时候都是避震上座有问题。那其实避震上座有另外一个检查方式，那就是你一手去压着车身，譬如说像压这边，你不要压钣金哦，钣金很软，压了就凹下去。你可以压这个转角处，或者直接压避震塔，你去压它，让避震器如果是原厂避震器比较好压，你再压它，车子会上下。如果自己压不动的话，可能要请个朋友帮你压，然后你手去扶着中间的避震芯。如果你在压避震芯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这个避震芯会扣，那个多半都是避震上座坏掉了。因为以漫画程式来讲，它的避震上座里面会有滚珠轴承，可能是那些轴承磨久了产生间隙，所以它会有一个很小的间隙在，所以你在行驶过像我刚刚讲那个洗衣板那个耗资线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很快速的异音，咯啦那种声音，有点像轮子发出来的声音，但是它那声音听起来会比较偏向于金属的声音，那个就是避震上座损坏。那像以前喜美的话，它也是会有，但是它那个损坏是因为它里面那个橡胶很厚的那个橡胶垫圈压扁了，然后当你中间这根芯锁紧以后，它还是会有间隙存在，甚至有可能是那个孔被磨大了，然后避震芯去撞击上座的边缘金属所造成的。这个上座会因为你的避震形式的不同，就像我刚刚讲漫画程式，或者说像喜美 K6、K8 的 A 倍上座会有不同的现象，但是多半听起来声音都是一模一样，就是会有一个很轻微、很快速的一个撞击声，那个多半都是上座引起。那检查方式就是我刚刚讲的，去压车身，让车身开始产生晃动，然后一只手去摸避震器中间那根芯，去摸它。如果你摸它的时候，车身在晃动的过程中，你摸它有感觉到有一个震动，就是有东西在敲它的感觉，那个多半都是上座损坏。然后再来就是下支臂，像下支臂的话，因为我车没有撑起来，可能这样讲解会比较笼统。但是以下支臂来讲的话，它会出现声响，多半都是在刹车的时候，譬如说可能或者起步跟刹车的时候，但是刹车的时候会比较明显。我们可以想象我们在开车的时候，轮子在滚动，然后当我们刹车的时候，尤其是快停下来的那一瞬间，是不是轮子停住了？然后，但是车身会有一个惯性往前冲。那如果你的下支臂它的那两个锁点，如果那个胶套都已经损坏了，它就会有间隙产生。所以当轮子停下来的瞬间，车身因为惯性会往前冲，然后那个球头因为有间隙存在，会有一个“咚”一声，那个声音很沉，但是就是你会感觉到有一个“咚”一下，可能听起来不像是金属声，但是你会感觉到车身会有一个不是很明显的震动，会“咚”一下。
那个多半都是下肢臂出问题了。一般来说，下肢臂以我们这种漫画程式的话，下肢臂它的下肢臂是有2个头锁在车身，然后一个球头，或球桃啊那一类的，它是锁在避震器的下端跟轮轴那边做结合啊。它如果损坏的话，就是像我刚刚讲的，你在轮子在车身在刹车的时候，车子快停的瞬间，你会觉得车身会有一个扣一下，那个多半都是下肢臂出问题了，那个也是就换掉就好。然后还有一种是方向机。以方向机来讲的话，方向机多半都在这个位置，在挡火墙前面一点点而已。然后方向机它会接球头或合上头，接到一样就是轮轴那边，它会控制它的转向。但是如果是那个方向机那一只舵杆出问题的话，那个多半都必须，那个出现声音的几率不多，基本上你如果在行驶中能够听到它出声音，那就表示那一只舵杆已经坏得非常明显。而且基本上你在开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车子方向盘的间隙会很大，你可能打方向的时候你要打的比较多一点，你的轮子才会有转向的现象。那个很多都是要么就是舵杆出问题，要不然就是方向机或者那只方向机柱出问题导致。但是这个它要听得到它出声音真的很难。然后再来就是引擎角会因为车辆的不同，它的配置会不一样。以横置式引擎来讲的话，它的引擎角多半都是3到4颗，像我们这型车的话，左右这边1颗，然后这边1颗，然后前后也都各有1颗。如果是引擎角出状况的话，多半来说它会先出现你的车身，你只要发动引擎以后，车身会出现不正常的抖动，而且会很明显，那个多半就是引擎角出问题。那如果你要能够感觉得到引擎角会有很明显的撞击的话，那个都是很严重了，那个一定是车子已经会震到一个很夸张。然后引擎角如果很夸张，你还是不去换的话，你在打档的时候，因为惯性的问题，变速箱在入档以后，它会有一个惯性，引擎会抖动，它会扣一下很大力，那个多半都是前后引擎角已经坏得很严重才会出现这个状况。这个状况很少碰到啦，因为当车身开始出现很明显的抖动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车主都会马上去换掉。所以你要等它如果出现入档的时候会有那种撞击感的话，当然这个撞击感也有可能是变速箱损坏造成，但是这个几率会比较小嘛。如果你发动的时候车身都没有明显的震动，反而是入档以后会出现空很大力，或者说入档以后才会出现震动的话，多半都是要么就是变速箱出问题，要么就是变速箱上方这一支引擎角出问题，才会伴随着这个现象。那再来就是碟盘。以碟盘来说，如果你
你在没踩刹车的状况下，你会听到有一个金属摩擦声，那个多半都是刹车片。其实你们仔细看，刹车片这边都会有一个铁片，它那个铁片就是当你的刹车皮磨损的状况，如果刹车皮已经磨到很薄的时候，这个铁片它就会去接触到碟盘，就会发出一个尖锐的金属声。但是如果你没有踩刹车就听得到这个声音，那就表示你的刹车皮已经磨得非常非常薄了，就等于是这个铁片比刹车皮还要凸出来，就会一直磨损。如果你是踩刹车轻轻踩，你会先听到一个金属声，然后车子才开始慢慢减速的话，那就表示你的刹车皮已经快跟这个铁片差不多平齐了。这个时候就是刹车片、刹车来令片上面这个铁片的功用，它就是提醒你们要换刹车皮了。那还有一种就是只有在踩刹车才会出现的异响，就是碟盘吃钩的很明显。因为刹车皮来讲，它不可能，以刹车皮来讲，它咬合的面几乎只有可能碟盘的80%甚至90%，所以碟盘在磨损久以后，你们在摸碟盘的时候，可以在外缘或者内缘这边，如果可以摸到很明显的高低落差的话，一个怎么讲，一个凸起的唇的话，那个就是碟盘吃钩的很明显。如果新碟盘第一次出现这个状况，是可以去做扫平的动作。但是如果一组碟盘啊，正常来说一组碟盘可能可以扫平个2次，就不要再扫了，因为那个会有安全隐患，可能你在重刹的时候碟盘会裂掉。那这方面是比较属于刹车方面出现的异响。然后再来就是轴心，我们所谓的哈姆里面这个轴心有一个很大的维埃林骨，一个轴承。那这个轴承基本上你只要轮子开始动，它就会出现声音，譬如说轰轰轰轰轰这种声音，而且你的速度越快，这个轰的声音是越大，多半都是传动轴里面那个轴心的维埃林骨轴承出问题。这个真的很吵，因为我自己这台车之前就有出现这个状况哦，开到在高速公路开越快声音越吵，后来我是把它换掉。那这个是轴承出现的声音，就是轮子动它就开始响。然后还有一种是轮胎因为轮子的磨损它并不是很全面的，但是这可以透过正确的正确的定位去减缓或者避免掉那个现象。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可能60几、70几会出现一个轰轰轰轰轰的声音，这个时候很多都是因为胎皮的不平均磨损所引起的。这个可能就是要自己用手去摸，你可以去摸这个胎块的平整性。如果你可以摸到胎块有一高一低、一高一低的现象，那个俗称是跳滑，那种轮胎就很容易在速度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开始出声音，轰轰轰轰轰，会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轮框的配重跑调，但是轮框的配重跑调是没有声音的。你可能会譬如说在开车的时候，你握着方向盘，如果是轮圈的配重跑调，你可能在开车的时候，
你会觉得，车子在某一个速度下，它会产生一个晃动感，是连车身会晃动。那个多半都是轮子的配重跑掉，因为它的配重快，要么是勾在轮框的边上，要么是粘在轮框内缘。那个久了有可能会掉，或者说因为胎皮经过紧急刹车或胎皮不正常的磨损，它的配重会有改变。所以当可能你开到80、100，你会觉得车身会有一个不明的晃动感，那个多半都是轮子的配重跑掉。然后还有一种现象是，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开到一个速度的时候，你的方向盘会自己这样摇晃，会这样自己抖动，那个多半都是胎皮出问题，跳花的太严重，或者说它的增援。因为轮子在跑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紧急刹车或者重刹的时候，它会只有一面。假设这个是轮胎好了，我们在紧急刹车或者重踩刹车以后，它会有一边会磨损的比较严重。这个状况如果很严重的时候，当你车子在开快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方向盘会抖动，会这样晃，很轻微，会这样抖动。那个多半都是胎皮出现状况了。那如果是碟盘它歪了，或者说变形，你在踩刹车的时候，方向盘也会跟着抖动，它会左右出现左右拉扯，那个多半都是刹车碟盘的平面跑掉，或者说歪了，都有可能。那其实一台车，正常来讲，一台车如果你有定期保养、定期照顾它的话，这些以上刚刚讲的那些状况还是有可能会发生。但是如果你能够在它很轻微的时候就把它处理掉，那个多半都不会有安全性的隐患。但是就是怕很多朋友在开车的过程中，可能对这种现象的反应比较没那么灵敏，所以我今天会拍这一篇，主要是跟朋友大概的讲一下，当你行驶过程中如果有发现车身会出现不明的抖动，或者说声响的话，所必须注意的地方。像我刚刚讲了，避震器啊、离压枪啊、下支臂啊、胎皮、轮框，然后碟盘、刹车皮，这些都是对行车安全比较会有不良后果的影响。那其实车子会产生一些不明抖动或者噪音的原因非常多，这个如果要一次讲完，可能会很麻烦，而且会讲很久啦。所以我今天挑的是比较有安全性的东西，然后你只要细心的去感觉，多半都能感觉得出来会有这种现象。好了，那今天这个有关于车身上会出现的一些细小的声音，跟那些声音所代表的含义，或者说它是在暗示哪里出现了故障，就到这边咯，谢谢各位，拜拜。